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很多老年人退休后突然就变成了修行人，手里盘着名贵的佛珠，每天准时打坐念经烧香。外人一看，哎呦，这老爷子老太太真有修行，像个得道高人。可只要跟他们相处个几天，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蒲团上坐着的时候，觉得自己跟个活菩萨一样，慈悲得很，清净得很。可两条腿一放下来，立刻就原形毕露。该怎么计较还是怎么计较，该怎么操心还是怎么操心，甚至脾气比以前还大，看谁都不顺眼，觉得全世界都是俗人，就你一个人清高做1小时的禅，生3小时的气。我跟你们讲，这种搞法，这哪里是修行，这完全是做表面文章。老祖宗留下的学问里，佛法讲得很清楚，真正的修行修的是什么？是修心，不是修你那2条腿。你以为把2条腿盘成个莲花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是修行了？那个庙里的泥菩萨木雕佛像，一坐几百年几千年，风吹雨打都不动，他成佛了吗？他得到了吗？没有吗？因为他没有心念啊。我们很多老朋友的通病就叫做身子而心未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身体虽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了，看着很安静，但是你的脑子里头啊，简直比赶集还要热闹。你闭着眼睛在那打坐，其实脑子里全在放电影，各种杂念就像锅里烧开的水一样，咕噜咕噜不停地往上冒。你坐在那里看似是在打坐，实际上你是把你这一生的委屈、不甘、担忧、焦虑在脑子里又重新翻炒了一遍。这叫什么清净？你这是在用打坐的躯壳包藏着一颗依然在红尘里疯狂打滚的心。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为什么会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为什么老了还会觉得家宅不宁，儿女不省心？因为你心里的贪嗔痴一点都没有少，你还是在用原来的那一套充满分别、执着和抱怨的凡夫心去应对这个世界。你的心境没有转变，你的命运怎么可能转变？说句难听的话，这样的修行修100年也没用。很多人说我烧香拜佛是为了求平安、求福报。我告诉你们一个扎心的真相，你求不来的，因为你的心没有变，你的命运就不会变。你心里全是刺，看谁都不顺眼，走到哪里都会带着戾气。你天天在佛堂求家庭和睦，可一回家就对家人横眉冷对，福气怎么可能进你家门？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在蒲团上熬时间。那到底该怎么修？怎么才能真正让心定下来，把家里的气场和福报养起来？我接下来的话可能会颠覆你几十年的认知。佛法讲得很清楚，修心它是有境界、有门道的。你要是不懂这个气机运转的规律，在那儿瞎做，那就是南辕北辙。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这修行的第一步啊，很多人一开始就走歪了。歪在哪儿呢？就歪在跟自己较劲上。你们晓得吧？咱们老朋友一说到静心打坐，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能有杂念，我要把脑子彻底放空，我要像死水一潭那样什么都不想。结果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越是想放空，脑子里越是像开了锅一样乱。你想把念头压下去，结果压下去一个，又冒出来10个，最后弄得自己心烦意乱，气血翻涌。下坐的时候比没打坐之前还要累。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出过这么一桩非常出名的公案，把这个使打坐瞎较劲的毛病给点得透透的。当时有一位后来非常了不得的大和尚叫马祖道一，但在他年轻还没开悟的时候，他跟咱们现在很多老头老太太一样，
觉得修行嘛，就是一天到晚盘腿坐在那儿不动。他在南岳衡山的一个案例，天天打坐，不管刮风下雨，雷打不动，就跟个木头桩子似的。他以为这样做下去，总有一天能得道成佛。当时的南岳怀让禅师，那是真正得了大智慧的高人。他一看道一这副样子，就知道这年轻人走偏了，掉进了死坐的坑里。怀让禅师也不去骂他。有一天，禅师拿了一块砖头，跑到道一打坐的庵前，找了一块大石头，蹲在那儿就开始磨，擦擦擦。那粗糙的砖头在石头上磨来磨去，声音非常刺耳。道一坐在里面，本来正闭着眼睛拼命压制杂念呢，被这声音吵得实在受不了了，心想这老和尚在干嘛呢？他睁开眼睛，强压着火气问：老和尚，你在这里磨砖头干什么？怀让禅师头都不抬，一边磨一边慢悠悠地回答：我要把它磨成一面镜子。道一听了，差点没笑出声来，觉得这老和尚简直是老糊涂了，就说砖头怎么可能磨成镜子呢？你就算磨上10000年，它也还是块砖头啊。怀让禅师等的就是他这句话。禅师停下手里的活，猛地转过头，两眼像闪电一样盯着道一，大喝一声：既然磨砖不能成镜，那你在那里天天死打坐，又怎么能成佛呢？你想想看，这句话简直就像一个响亮的大嘴巴子，直接抽在了道一的脸上，也抽醒了天下多少自以为是的修行人。我跟你们讲，砖头没有镜子的本性，你怎么磨，外表磨得再光滑，它也照不出人影来。同样的道理，你的身体只是个皮囊，只是个外壳，你光把这个外壳摆弄成一个标准姿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可是你的心里却还是凡夫俗子的分别心、执着心、贪嗔痴。你怎么可能因为摆了个姿势就解脱了呢？车子如果不走了，你是去打那辆车，还是去打拉车的牛？身体就是车，心才是那头牛啊！你不去降服你的心，光在那里折磨你的2条腿，这不叫修行，这叫受罪。那真正的第一层境界到底是什么？老祖宗把这第一步叫做明心。什么叫明心？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明白你这颗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咱们很多老朋友一坐下来，脑子里就开始翻江倒海。昨天的菜买贵了，今天媳妇脸色不好看，孙子的成绩退步了，儿子在外头做生意不知道顺不顺当，自己膝盖又疼了，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你心里全是这些家长里短、恩怨情仇。这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自责，哎呀，我怎么又乱想了？不行不行，阿弥陀佛，赶紧清净。不要想，不要想，你拼命的用一个叫做我不能想的念头去压制那些冒出来的念头。这就好比你在水缸里按葫芦，你在这边把葫芦使劲按下去，它咕咚一下从那边又冒出来了。你越是用力，水缸里的水就被你搅得越浑浊，你跟自己的杂念打起架来了，你在心里上演了一场世界大战，这怎么可能静得下来？佛法讲得很清楚，万物都是因缘生灭的，你的念头也是一样，它就是一阵风，就是水面上泛起的一个波浪。你活在这世上，有家庭有儿女，遇到事了心里起个念头，那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规律。真正的明心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没有念头没有感情的石头，而是让你做那个看着念头升起和消失的人。我告诉你们，念头千变万化，但是那个能够知道
你在起念头的觉知是永远不动的。你试试看，当你脑子里突然想起，哎呀，灶上的火还没关的时候，你不要跟着这个念头去焦虑，你只要在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我刚才起了一个担心火没关的念头，就这一刹那，那个念头就像天空中的一朵云一样飘过来，然后就飘走了。天空会因为云朵飘过来，就跟云朵去打架吗？天空什么都不做，它只是包容着云，看着云聚云散。你的那个本心，那个真正的觉知，就是这片广阔的天空，而你所有的烦恼、担忧、回忆、怒气，全都是天空里的云彩。你仔细体会一下，当你坐在那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对某个亲戚的怨气，想起了10年前他借钱不还的破事。如果你没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顺着这个怨气往下想，这人太坏了，当年我那么帮他，他居然这么没良心。你越想越气，血压都升高了。这就是你被这朵乌云给卷进去了，你成了乌云的一部分。但如果你达到了明心的境界，当怨气刚刚冒头的时候，你立刻就能察觉到，我的心里现在升起了一股怨气。你只是看着它，不去火上浇油，不去批判它，也不去强压它。你看着这股气在你的胸口翻腾，看着它慢慢减弱，最后看着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过程你就是一个旁观者，你们晓得吧？这就是破局的关键。杂念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但杂念是可以被你看破的。一旦你不把那些念头当成你自己，一旦你不再跟他们较劲，他们对你就不起作用了。他们就是虚幻的影子，来了就来了，去了就去了。你的心里依然是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明白了自己的心原来是这片不受污染的天空，这就叫做明心。这是踏上真正修行之路的第一步，也是你在这个烦恼重重的红尘里能够找回平静的第一道法门。你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你坐在佛堂里念一辈子的经，也还是个被杂念牵着鼻子走的凡夫。可是光明白了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在安静的佛堂里，或者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可能还比较容易做到旁观杂念。一旦你离开蒲团，走出门去，遇到那些蛮不讲理的人，遇到那些让你火冒三丈的烂事，面对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和家庭纠纷，你的那点明心功夫往往就瞬间土崩瓦解了。你马上就会觉得不行，这个人太气人了，我必须得跟他吵一架。这就引出了修行的第二大难关，也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坎。这第二层境界究竟是什么？怎么才能在刀光剑影的现实生活里守住你的心？很多老朋友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门一关，香一点，往蒲团上一坐，觉得哎呀，我这个时候真清静，我把念头都看住了。可是你只要一下坐，推开那扇门，走到客厅里，面对一大家子人，面对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那点所谓的明心功夫瞬间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你的心立刻又被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给牵着走了。你们晓得吧？这就叫做温室里的定力，一见风吹草动，马上就死。我给你们讲个实实在在的事情，你们听了肯定觉得耳熟，甚至觉得就是在说你自己。我认识一个张阿姨，退休好几年了，平时特别注重养生和修行。她在家里专门弄了个小佛堂，每天上午雷打不动，进去盘腿打坐2个小时。据她自己说，她坐在那里面的时候，感觉身体都轻飘飘的，心里头简直是一尘不染，什么烦恼都没有。街坊邻居看了
都夸他有定力，说这老太太修行真不错。有一天傍晚，张阿姨打坐完出来，心情特别好，觉得今天自己功夫又见长了。她高高兴兴地去厨房做晚饭。这时候她儿媳妇下班回来了，年轻人在单位里忙了一天，被老板训了一顿，又挤了一路的地铁，整个人是精疲力尽，脸色也不太好看。儿媳妇坐到饭桌前，端起张阿姨熬的那碗排骨汤，喝了一口，眉头一皱，随口嘀咕了一句：妈，今天的汤怎么这么咸啊？是不是盐放多了2勺？你想想看，就这么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如果放在以前，张阿姨可能也就说一句：哎呀，可能手抖了，下次少放点。但是那天不行，张阿姨觉得我是个有修为的人，我辛辛苦苦伺候你们一大家子，你在外头受了气，回来跑我这甩脸子挑毛病。张阿姨心里的火趁地一下就冒到头顶了。刚才在佛堂里打坐时候的那种清净，那种慈悲，瞬间无影无踪。她把手里的碗往桌子上重重一顿，扯着嗓门就开始嚷嚷：我天天起早贪黑给你们带孩子做饭，我欠你们的啊，嫌你自己做去，真是不识好歹。儿媳妇本来就累，被婆婆这么一顿吼也火了，两人马上在饭桌上吵了起来，儿子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最后这顿饭谁也没吃好，儿媳妇拉着脸回了房间，儿子在那唉声叹气，张阿姨呢气得浑身发抖，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满脑子都在重温饭桌上的那一幕，心里想的全是我多委屈啊，我付出那么多，他们怎么这么没良心。越想越气，血压直接飙到了快180，心脏咚咚直跳，半夜还得爬起来吃降压药。我告诉你们，张阿姨这白天的2个小时算是彻底白做了，这就叫一念嗔心起，100万丈门开，火烧功德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张阿姨碰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修行的第2大难关。你以为你躲在安静的房间里，没有人打扰你，你做到了心如止水，那就是真功夫了。那是假的，那是环境帮了你，那是你靠着逃避换来的一种暂时的麻醉。一旦你回到现实中，遇到那些刺耳的声音，不顺心的事情，你的那颗心马上就跟着外头的环境转了。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学问里，要把这第2层境界叫做自在。什么叫自在？很多人以为自在就是想干嘛干嘛，或者是有钱有闲，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养老，每天喝喝茶，养养花，没有烦心事。我跟你们讲，那不叫自在，那叫享福。福气总有享完的一天，等你生病了，等你遇到变故了，你照样要抓瞎。真正的自在不是在舒舒服服的安乐窝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悬崖边上，在狂风暴雨里，在最烦人的人事纠缠中千锤百炼出来的。你们想想看，如果让你坐在一个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上打坐，脚底下就是深谷，耳边狂风呼啸，稍微一动就可能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在这种极其危险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你还能不能坐得住？你还能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如果在悬崖边上你依然能坐得稳若泰山，心不慌气不喘，不管外头是打雷还是刮大风，你的心都不跟着动摇，这才是真定力，这才是第2重境界，自在。你会说，哎呀，我个老头子老太太哪有机会跑去悬崖边上打坐啊？佛法讲得很清楚，生活到处都是悬崖，
你家那个总是抱怨的儿媳妇就是你的悬崖，你那个总是不听话老是让你操心的孙子就是你的狂风。你突然查出身体有个什么毛病，医生脸色一沉，那就是掉下去的深渊。你走在路上被人无缘无故撞了一下还骂了一句，那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这就叫外境险恶。在这些现实的刀光剑影里头，你怎么保持自在？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要看破这些险境的本质。风声再大，它也只是风声；悬崖再深，它也只是一种地形。只要你不自己往下跳，悬崖能把你怎么样？同样的道理，儿媳妇抱怨一句汤咸了，这几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经过空气传播，传到你的耳朵里，这不过就是一种声音的震动罢了。这阵声波能伤到你的皮肉吗？能割掉你一块肉吗？根本不能。那为什么你听了会气得血压升高呢？是因为你的心里有一个我，你觉得我付出了，我受到了委屈，我作为长辈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是你的那个自我执着主动跑过去抓住了那句汤咸了，然后把它变成了一把刀，狠狠地扎进了自己的心里。你看，自始至终都是你在自己伤害自己。如果在那个当下，张阿姨懂得自在的境界，她会怎么做？当儿媳妇那句抱怨的话飞过来的时候，她的觉知马上就启动了。她清楚地看到自己心里升起了一丝不悦，但她没有被这股不悦给牵走。她心里明白，她今天工作很累，这句抱怨不是针对我这个人，她只是在发泄她的情绪罢了。这只是一阵风吹过，风吹过树林，树枝会摇晃一下，但风过去之后，树林依然平静。这就叫风吹翻动，心不乱动。张阿姨大可以心平气和地说一句，哎呀，今天盐是放多了点，你多喝点水，下次妈注意。你想想，如果她这么回答，那火气瞬间就化解了。儿媳妇说不定还会觉得内疚，觉得婆婆真大度，这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清净，还把整个家庭的风水和磁场给调顺了。所以我常常跟老朋友们讲，千万不要去逃避生活中的烂人烂事。很多人老了以后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美其名曰清修，不跟外面接触，觉得外面的人都太俗气，甚至连儿女来看他都嫌烦，觉得打扰了他的清净。我告诉你，这根本不叫修行，这叫孤魂野鬼的搞法。你越是怕烦，烦恼就越是会像长了眼睛一样盯着你，因为你的心太脆弱了。只要外面有一点点响动，你的心房就全面崩溃。真正的修行人绝不会逃避世俗生活里的麻烦，家人的唠叨，病痛的折磨，这些全都是老天爷派来帮你磨练心性的磨刀石。没有这些磨刀石，你那把刀永远是一块钝铁。你能在这个乱七八糟的红尘里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儿女给你多大的压力，不管老伴怎么气你，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天翻地覆，你都能保持内心那份不随境转的定力，稳稳当当，清清楚楚。你不再被周围的人和事当成牵线木偶一样拉着走，你夺回了自己命运的控制权。到这个时候，你才算真正在这个世间站稳了脚跟，你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大自在。可是就算你做到了在逆境中不生气，不随境转，这修行就算是到头了吗？远远没有。因为这时候你的脑子里还有一个非常顽固的死结没有解开，你还在把修行和干家务过日子分成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你只要还有这个二元对立的念头，你就永远入不了修行的真正大门。你们晓得吧？咱们现在很多人脑子里有一个极其顽固的错觉，他们觉得只有我穿上干净的衣服，点上高档的檀香，端端正正地坐在蒲团上，或者手里掐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地念，甚至跑到深山老林的庙里去住几天，那才叫高尚，那才叫神圣，那才叫我在修行。那么另外一半呢，就是在厨房里切菜做饭，弄得满身油烟，是拿着拖把在地上拖来拖去，是跟在小孙子屁股后面喂饭把屎把尿，是听老伴在耳边絮絮叨叨。他们觉得这些事情是什么？是俗气，是麻烦，是业障。他们一边干着这些家务，一边在心里头抱怨，哎呀，这些破事儿真是耽误我清修啊，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在佛堂里念完3部经了，我现在的境界肯定更高了。我告诉你们，只要你心里还有这个念头，只要你还在把修行和柴米油盐对立起来，你这辈子就休想跨进修行的真正大门。你那是深深把一条活泼泼的大道走成了一条死胡同。你以为你在一边干家务，一边向往清净，其实你是在干什么？你是在实实在在的造业。你带着满肚子的怨气去扫地，这扫把挥下去，扫的不是灰尘，扫的全是你心里的毒火。你带着满腹的不甘愿去给一家人做饭，你切菜的那个刀板剁得震天响，你炒出来的菜里头全是你散发出来的负面磁场。一家人吃了你带着怨气做出来的饭，家里能和睦吗？小孩子能听话吗？你这就叫做自己把家里的风水给破坏了，然后你转头跑到佛堂里去求菩萨保佑家宅平安。你想想看，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老祖宗留下的学问里，佛法讲得很清楚，修行的第3重境界叫做合一。什么叫合一？就是彻底打破你在心里画的那条线，没有所谓的台上和台下，没有所谓的神圣和世俗。真正得道高人绝不会把修行局限在一个蒲团上，局限在一间小佛堂里。老祖宗常讲，行住坐卧皆是道场。这句话不是文人墨客拿来装点门面的漂亮话，这是实实在在的救命真言。你走路是道场，你睡觉是道场，你坐在马桶上是道场，你在厨房里择菜，在客厅里扫地，全都是道场。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来细细掰扯掰扯。就拿扫地这件最不起眼的事情来说吧，普通人扫地，眼睛盯着地上的垃圾，心里想的是，这地怎么这么脏啊？怎么天天扫，天天有灰啊？老头子刚才从外面回来又不换鞋，真是气死我了。我得赶紧扫完，扫完我还要赶着去看电视剧，还要赶着去打坐。你看他的身体在扫地，可是他的心呢？他的心要么在抱怨过去，要么在焦虑未来。身和心是彻底分离的，这样扫地那就是纯粹的苦役，越扫人越累。可是如果你懂得了合一的境界，你再扫地试试看，你拿起扫把，不去想昨天，也不去想等会儿干嘛，你的心就完完全全的安住在当下的每一个动作里。你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你的手握着扫把的木柄，你清清楚楚地听到扫把划过地面那种沙沙的声音，你看着地上的灰尘被一点一点的聚拢。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委屈的我在扫地，也没有一堆烦人的垃圾在折磨你。你的心念和扫把和灰尘和这块地板完全融为了一体，你的心里没有任何杂念，
哪怕一片树叶飘落在你面前，哪怕是一粒灰尘在阳光下飞舞，你都能清清楚楚地觉知到它，但不生一丝一毫的烦恼。这就叫物我两忘。你在扫地的那一刻，你就是扫把，你就是地板，你就是整个虚空。在这个状态下，你扫地5分钟，跟你坐在蒲团上入定5分钟，在功德上，在修心的效果上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比你坐在那里瞎想还要强上100倍。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老朋友，晚年最大的任务就是帮儿女带孙子。很多人一提起带孙子就唉声叹气，觉得自己的晚年生活全毁了，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不仅儿女不领情，还耽误了自己修身养性。我跟你们讲，你完全相反了。带孙子，这就是老天爷给你安排的最高级的修行法门啊！你想想看，小孩子哭闹不休的时候，你能不能保持内心的不急不躁？儿女对你带孩子的方式指手画脚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心里不起嗔恨心？你半夜起来给小孙子盖被子、冲奶粉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这份辛苦当成是在供养一尊未来佛？当你把给孙子洗尿布、做辅食当成跟你每天早上诵经一样神圣的事情来做时，你就是在行菩萨道。你的厨房就是你的大雄宝殿，你的灶台就是你的法座，你手里的锅铲就是你的法器。当你带着这种完全接纳、毫无怨言的欢喜心去干家务、去照顾家人的时候，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就是佛光，你就是你们家活生生的菩萨。咱们千万不要看不起这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很多人总觉得要在高山流水之间才能悟道，那是骗人的。真正的道就藏在最普通的日常劳作里，藏在最繁杂的人际交往中。你在这些琐碎的，甚至让你觉得厌烦的劳作中，能够把心定下来，能够做到专心致志、不急不躁，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得清清爽爽、明明白白。这种定力、这种智慧才是真功夫。当你真正达到了合一的境界，你会发现生活中的一切对立都消失了。你不再觉得做家务是负担，反而会在洗碗的水流声中听到梵音。你不再觉得家人的唠叨是折磨，反而会在这些烟火气中感受到生命的真实。你不再去刻意追求一个所谓的清净状态，因为你的心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清净的。可是哪怕你明白了干家务就是修行，做到了行住坐卧皆是道场，很多人心里头那股深沉的焦虑和执着还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因为你还在害怕失去，你还在担忧儿女的未来，你还在为了名利，为了这副随时会老去的身体而牵肠挂肚。你还在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当成是实实在在的、永远不会变的东西去抓取。如果你看不透这最后一层窗户纸，你干再多的活，做再多的善事，心里头也总是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解脱。那这最高、最深、最终极的一层奥义到底是什么？咱们的老祖宗又是怎么用最透彻的智慧帮我们把这块心头大石给彻底粉碎的呢？别急，咱们一层一层往下揭开这个千古的谜底。很多人到了前面讲的第3层境界，在家里带孙子、做家务不抱怨了，觉得行住坐卧全都是在修行了。表面上看一团和气，可是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的时候，心里还是发虚。虚什么？怕老伴突然得重病走在自己前面，怕儿子做生意一个不留神把家底亏光了，怕自己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买的那套学区房贬值了，
怕自己老了以后瘫在床上没人管。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也天天操心这些事？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你脑子里还有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结没有解开，你还在把手里攥着的钱、身边的亲人，甚至你自己这副皮囊当成是实实在在永远不会变的东西。你觉得这些全都是我的，你恨不得拿根铁链子把它们全拴在身上，生生世世都不分开。我告诉你们，只要你心里还有这种死死抓取的念头，你前面修的那3层境界全都是在沙滩上建高楼，风一吹浪一打，瞬间就塌了。这就要讲到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最高最深也是最终极的一层奥义，叫做因缘和合，也就是要你彻底看透万事万物根本就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我跟你们讲一个历史上实实在在的公案。咱们唐代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居士叫庞蕴，大家都尊称他庞居士。这位老先生是个大富翁，家财万贯，可是人家一家4口，连老婆带1儿1女，全都是开悟了的得道高人。当年庞居士悟道之后，你猜他干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家里所有的金银财宝全装在一条大船上，自己划着船开到洞庭湖的江心，直接把船凿个窟窿，把万贯家财全给沉到江底去了。当时有人就心疼啊，问他，庞老先生，你既然看破红尘，不要这些钱了，你干嘛不拿去送给穷人做善事，或者捐给庙里啊？成了多可惜。庞居士回了一句什么话？多事不如少事。他看透了钱财这个东西聚散无常，本质上就是因果气机流动产生的一股能量。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处理，这股能量不仅带不来福气，反而会变成招惹烦恼和争斗的祸根。当然了，老头子，我今天不是让你们听完课回家就把家里的存折密码给注销了，把金条扔河里啊！咱们凡夫俗子还没到那个火候，你真扔了，老伴能跟你拼命。我要跟你们讲的是庞居士开悟后留下的一首千古绝句。他说，神通并妙用，运水即搬财。你们晓得吧？这句话简直是惊天动地。咱们现在很多人觉得修行到了最高境界，那肯定是能在天上飞，能变出金元宝，能长生不老，那才叫神通。庞居士告诉你，全错了。真正的神通，真正不可思议的妙用是什么？就是普普通通的挑水劈柴，做家务过日子。为什么挑水劈柴干干家务就是最高境界？这个道理很简单，当你看透了因缘和合的真相，你再去挑水劈柴，你再去面对老婆孩子，你的那个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大彻大悟的。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间的一切全都是因和缘暂时聚在一起所产生的一个虚幻现象，这叫万法皆空。打个比方，你们家现在住的那套房子，你觉得它实实在在，对不对？这是我的房产值好几百万，但你把它拆开来看，它是什么？它不过是一堆钢筋水泥砖头木块加上工人们的劳动，这些各种各样的条件在这一刻凑到一起了，于是显现出了一个叫做房子的假象。等过个几百年，风吹雨打，或者遇上一场大地震，缘分尽了，气机散了，房子轰地一声塌了，又变成了一堆土。它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吗？根本没有。推而广之，你想想看，你的身体不也是一样吗？不过是地水火风各种细胞营养暂时凑在一起的一台机器，用个70、80年，到时候零件老化了，该还给天地就得还给天地。你的家庭，你的老伴，
你的儿女全都是前世今生的各种恩恩怨怨，在这个叫做家的地方暂时交汇在了一起。这就是宇宙间气机流转的规律，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当你真把这个道理看透了，你还要死死抓住什么不放呢？你整天愁眉苦脸的担心儿女的将来，你替他们操碎了心，有用吗？我告诉你们，儿女有儿女的因果，他们身上带着他们自己的福报和业力，你把这辈子的积蓄全给了他，如果他命中没有那个承载的福报，他转头就能在股市里生意场上给你败个精光。你天天担心自己生病，你怕死，到处买几万块钱的保健品吃，有用吗？生死是有定数的，皮囊坏了是自然规律，你越怕死，你身上的气机就越萎缩，病得反而越快。咱们很多老朋友一听到万法皆空，一听到一切都是假的，马上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说哎呀，既然什么都是假的，那我什么都不管了，我躺平了，饭也不做了，孙子也不带了，死活随他去吧。我跟你们讲，你要是这么想，那是大错特错，这是佛门里最怕的断灭见。看破不是让你变得冷酷无情，看破是为了让你真正的放下心中的那块大石头。庞居士为什么还要运水及搬柴？因为看透了因缘和合之后，你照样要天天给老伴做饭，照样心疼小孙子，照样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你的心变了，你明白自己是在这人世间随缘消旧业，你尽心尽力地扮演好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角色，可是你的心再也不会被这些事情绑架了。儿子今天赚了大钱，你笑笑，知道这是因缘和合，福报现前，你不狂喜。儿子明天投资失败，亏了本，你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知道这是气机流转的低谷，缘聚缘散很正常，你不悲观绝望，你看待家里的人和事，就像看天上的白云聚聚散散，像看院子里的花开花落，你的心就像一面干干净净的大镜子，事情来了，清清楚楚地照出它，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事情过去了，镜子里一点痕迹都不留，这就叫彻底砸碎了心里的千斤重担。到了这个地步，你才是真正的大明白人，你才是真正的自在了。你在家里哪怕不敲木鱼，不念经，你只是平平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喝口茶，道理虽然给大家掰扯明白了，很多老朋友肯定要在心里犯嘀咕了。老师啊，您这境界说得太高深了，我听是听懂了，可是我一回到厨房，一看老伴那张拉得老长的脸，一听儿媳妇在屋里摔打东西，我这火气还是压不住啊，我到底该怎么练啊？别着急，老头子，我今天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就绝不让你们空手回去。接下来我就手把手的教给你们一套保姆级的实操救命法，你在家里具体该怎么转念，面对逆境怎么培植风水，咱们拿出几个绝招，你只要照着做，马上就能见效。咱们先说第一招，专门对付你那个静不下来的心，这对应的是咱们前面讲的第一层境界明心。很多老朋友晚上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就像潮水一样涌过来，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教你们一招，叫做开门迎客法。什么意思呢？你把你这颗心当成一家大客栈，你就是这个客栈的掌柜，脑子里冒出来的那些担忧、委屈、陈芝麻烂谷子的回忆，全都是路过你这家客栈的客人。你想想看，客栈掌柜的看到客人进门，会跑过去跟客人打一架吗？
会拼命把客人往外推吗？绝对不会。哪怕进来的是个叫花子，是个惹人厌的酒鬼，掌柜的也是笑眯眯地看着他，他不点菜，你就不搭理他。下次你躺在床上，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哎呀，今天买菜多花了几十块钱，真亏。你马上在心里对自己说，哦，心疼钱这个客人进门了。接着可能又冒出一个念头，儿媳妇今天脸色不好，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再对自己说，哦，瞎猜疑这个客人也来了，你们晓得吧？你只负责在门口看着他们进来，绝对不要离开柜台去陪他们聊天。你不去顺着那个念头往下想，你不给这些客人端茶倒水，他们自己觉得没意思，在大堂里站一会儿，自然就灰溜溜的出门了。这就是明心的真功夫，不强压，不跟随，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你这么练上几个晚上，你的睡眠绝对好，因为你不再跟自己打架了。接着说第二招，这招最狠，是专门帮你修第二层境界自在的。对付谁呢？就对付你们家里那个总是给你气受，总是让你不顺心的人。咱们老朋友在家里最大的烦恼往往来自于最亲的人，老头子说话难听，儿女埋怨你没带好孩子，这时候火气一下子就冲到脑门了。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转变观念，教你们这招叫菩萨监考法。佛法讲得很清楚，你平时在佛堂里念经拜佛，那叫复习功课，复习的怎么样，总得有个人来考考你吧。你家里那个经常气你的老爸，那个不懂事的儿女，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老天爷派下来考你的监考老师，他手里拿着一把无形的戒尺，就看你在这个节骨眼上会不会动嗔恨心。他一开口骂你抱怨你，你马上在心里敲一下警钟，哎呦，监考老师出大题了，考卷发下来了。你想想看，你要是张嘴就骂回去，或者气得一晚上不睡觉，那你这道题就考了0分，你前面念的经磕的头全白费了。你只要用这种应考的心态去看待家里的摩擦，你心里的那个委屈感瞬间就没了。你看着他发脾气，你会觉得很好笑，心想，嘿嘿，你想套我上当，想坏我的修行，我才不吃这一套呢。你稳稳当当和颜悦色地应付过去，这一关你过了，你身上的业障就消掉了一大块。这就是在悬崖边上修自在，把最烂的人事变成你成佛得道的垫脚石。第三招，咱们来说说怎么在干家务的时候修第3层境界合一，叫轻拿轻放掉风水。咱们很多人在家里干活，心情一烦躁，那个动作就不由自主地粗鲁起来，关门是用摔的，砰的一声，放杯子是用砸的，当的一下，拖个地，把椅子腿撞得咣咣直响。我跟你们讲，这种粗暴的动作和声音是家里风水最大的杀手，它会把家里的财气和气全都给震散了。真正把修行和生活合一的人，你看他干家务绝对是行云流水。从今天起，你在家里不管拿什么东西，端水杯、关抽屉、放碗筷，都要求自己做到4个字：轻声细气。你的手碰到杯子的那一刻，你的心就在杯子上，轻轻端起来，稳稳放下去，不发出刺耳的碰撞声。你关门的时候，手扶着门把手，轻轻带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当你在刻意控制动作，不发出噪音的时候，你的心念就必须高度集中在当下，你的身心物在那一瞬间就是完全融合的。
你的心柔和了，动作就柔和了，动作柔和了，家里那种尖锐的烦躁的磁场就被化解了。你坚持这么干1个月，你会发现自己脾气变好了，而且家里的气氛也会变得出奇的安静和祥和福气。最喜欢往这种轻柔安静的地方凑，这就是行住坐卧皆是道场的妙用。最后第4招，也是最重要的救命招，怎么修呢？最深的一层因缘和合，把心头对儿孙对财产的那个死结给解开。我教你们一招叫克人心态。咱们很多老人活了一辈子，在这个家里当家做主惯了，总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最高指挥官，儿子该怎么花钱，孙子该上什么辅导班，你都想管，你越管越累，越管越招人嫌弃。你想想看，你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身体里，顶多也就是暂住个几十年，时间一到，什么都带不走，你根本不是什么主人，你就是个在这个人世间借宿一宿的客人。去别人家做客，你会因为主人家沙发颜色不好看就大发脾气吗？你会死死盯着主人家的存折怕丢了吗？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把自己当成你们家的一位老住客，面对儿女的人生，你把我必须管你的念头换成我只是来看看你。儿孙自有他们的因果业力，你替他们操的心流的泪，根本改变不了天道的运行。你在心里做个交接仪式，把管理这个家庭运势的大印交还给老天爷，交还给因果。你只要每天乐呵呵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吃好饭，睡好觉，不给小辈添乱。遇到事了，你以一个长辈，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心平气和地给个建议，听不听随他，你不执着结果，不强求完美。当你真正在心里退了位，用这种客人的心态去生活，你会发现压在你心头的千斤重担瞬间就消失了，你的血压平稳了，你的笑容多了，儿女反而会觉得跟你相处起来特别轻松，更愿意亲近你，孝顺你。你把老头子我今天教的这4招，开门迎客不理念头，菩萨监考练定力，轻拿轻放养风水，退位当克顺因果，真真实实的用到你的日常生活里去。不出100天，你就不再是那个整天坐在蒲团上生闷气的老头老太太了。你家里的风水，你晚年的福报，绝对是另一番天宽地阔的景象。好了，今天老头子我一口气跟你们讲了这么多，就是怕你们在修行的这条路上走偏了，白白吃苦头。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年纪大了，听完前头可能就忘了后头，所以我在这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句话你们一定要刻在脑子里，你们千万要记住，以后别再往那蒲团上一坐，脑子里就跟杂念打起架来了，杂念来了，你就用开门迎客法，看着他来，看着他走，绝对不去陪他聊天，这叫明心。家里那个惹你生气的老伴儿，或者是总让你操心抱怨的儿女，那都是菩萨派来监考你的。你一动火气，你这道题就考砸了。能稳住这口气，这叫自在。你在家干干家务，拖地洗碗，千万别哐当哐当的乱摔乱砸，要轻拿轻放，轻声细气，把心稳在当下的动作上，这就叫合一，这才是调理风水最厉害的法器。最后一点，也是最要命的一点，你得明白，这个家不是你的，你是这个世界的老住客，是个客人。儿孙自有儿孙福，把心里的控制欲彻底放下，随缘的就业，这才能斩断烦恼的根，这就叫看破因缘和合。我告诉你们，这4条你只要老老实实在家里照着做，
哪怕你一天经都不念，一天腿都不盘，你也是一个真正精进的大修行人。这个道理很简单，世界上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那些名山大川里，也不在什么昂贵的风水阵里，而是在你自己的这颗心上。老祖宗留下的智慧讲得明明白白，你起一个善念，你家里就多一分祥和的气场；你起一个怨念，你们家就多一层晦气。改命绝不是求神拜佛求来的，那是靠改你的心念，改你的行为，一点一滴积攒出来的。当你心里头不计较了，看开了，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光就能庇护子孙后代，这才是天大的福气。你们晓得吧？今天我给你们掏心掏肺讲的这些东西是可以救命救家运的，你们不要光自己听完了觉得有道理，点个头就拉倒了。你要懂得法布施，懂得利他，把你觉得好的智慧转发出去，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或者是那些还在家庭纠纷里痛苦挣扎的老伙伴。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一随手的转发，你这一个动作可能正好就点醒了一个快要气出心脏病的老人，可能就挽救了一个天天吵架家无宁日的家庭。你帮助别人少造一次业，少败一次家运，这就是你在积大阴德。这种功德它是无量的，老天爷都会清清楚楚地记在你的账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天地间气机运转的铁律。所以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真真切切地帮到了你，解开了你心里的疙瘩，请你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佛法讲得很清楚，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我们千万人的善念如果在同一个地方汇聚起来，那形成的能量场威力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你们现在就可以在评论区里留下4个字：心静福自来，或者是看破放下得大自在。你写下这几句善言，不仅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提醒，更是向天地宇宙发出的一股正向磁场。你发出去的这些善念，最终全都会成倍的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保佑你们晚年无病无灾，子孙顺遂。